老话说得好，四条腿的不如两条腿的，两条腿的不如一条腿的。这话啊，说的就是咱们餐桌上那个一条腿的宝贝菌菇。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每次涮火锅，一把金针菇下去，那锅底瞬间掀了一个档次。逢年过节，一盘香菇扒菜心，比大鱼大肉还鲜光盘。可别光觉得菌菇只是个提鲜的小配角，它可是藏在菜市场里的长寿密码。最新的膳食指南都建议咱们餐餐有蔬菜，天天有菌菇。但问题来了，市面上这么多蘑菇、香菇、平菇、金针菇、口蘑、杏鲍菇、茶树菇，到底该吃哪一种？每天吃一把菌菇，身体到底会发生什么变化？今天咱们就把菌菇类食物从头到脚扒个遍，看看它凭什么能被称为养生界的六边形战士。先来说个大家最关心的话题，抗癌菌菇在这方面的底牌那可不是一般的厚。你可能不知道，早在日本，香菇多糖提取物 Lentina， 也就是咱们说的香菇多糖，就已经被批准用于胃癌等多种癌症的辅助治疗。它的主要成分是葡聚糖，属于蘑菇细胞壁中的特征性多糖。科学家发现，葡聚糖抗癌的核心逻辑不是直接毒死癌细胞，而是唤醒你自己的身体免疫部队。简单来说，就是激活你体内的巨噬细胞、自然杀伤细胞，也就是 NK 细胞，还有 T 细胞，让它们重新辨认并攻击癌细胞。有多厉害呢？一篇发表在 Biocatalysis and Agricultural Biotechnology 上的研究综述指出，葡聚糖能通过补体受体3和 Dectin-1 信号通路，诱导免疫细胞分泌细胞因子，从而增强宿主抗肿瘤能力。这3条机制是同时起效的。第一条，多糖直接抑制癌细胞增殖，诱导其凋亡。第二条，调节免疫系统，增强身体对癌细胞的识别和杀伤能力。第三条，改善血液循环，降低血脂，一定程度上抑制肿瘤细胞的转移。当然，咱们不能指望光吃蘑菇就能治好癌症，但多项流行病学研究都指向一个方向：长期摄入菌菇类食物的人群，癌症总体发生风险确实在下降。所以啊，从今天开始，每天给餐桌上加一把菌菇，就是给自己加一层免疫盾牌。第二个好处，必须说说菌菇对咱们发动机心血管的保护。咱们好多人，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最怕的就是胆固醇高、血脂高。一说到降血脂，大家想到的都是燕麦、深海鱼油。其实在蘑菇界也藏着一位降脂高手，他就是香菇。1966年，日本学者 Kaneda 和 Tokuda 从香菇中提取出了一种叫香菇嘌呤 Aritidanin 的活性成分。经实验发现，它能显著降低大鼠血浆中的总胆固醇含量。后来的研究进一步证实，香菇嘌呤通过调节肝脏中 S 腺苷高半胱氨酸和 S 腺苷氮氨酸的比例，干预磷脂代谢，直接阻断胆固醇的形成通路。有多强？中国食用菌协会和上海农科院食用菌研究所的专家公开发文指出，香菇嘌呤降低血液胆固醇水平的效果，甚至比传统降脂药物安妥明强10倍，而且它不会造成代谢紊乱，也不会损伤人体器官，被认为是一种安全的药食同源原料。不只是香菇，菌菇类还普遍富含植物固醇和壳聚糖，这2种物质能够在肠道竞争性抑制胆固醇的吸收，还能结合并排出部分胆汁酸，从而降低血脂水平。换句话说，你吃的是蘑菇，但被排出体外的可能是那些多余的血脂。所以高血脂人群，请务必把香菇、平菇、金针菇加入你的护心菜单。第3个好处，降糖控糖。这个可能很多人没想到，2026年最新的科普研究就明确指出，某些菌菇类食物在调节血糖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以香菇为例，它含有丰富的香菇多糖，这种物质不仅能提高免疫力，还能促进胰岛素的分泌，
增强细胞对葡萄糖的摄取和利用，从而帮助降低血糖水平。翻译一下就是，香菇多糖相当于给你身体里的胰岛素上了一堂高效工作课，让它能更有力地把血糖请进细胞。再来看口蘑，也就是咱们常说的白蘑菇，每100克鲜口蘑的碳水化合物含量只有 3.3 克左右，其中膳食纤维就占了 2.1 克，升糖指数低到只有15。要知道 GI 值低于55就算低升糖食物了，15这个值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糖尿病患者完全不用担心菌菇升血糖，放心吃。而且菌菇类普遍富含的膳食纤维能延缓碳水化合物的消化吸收，避免餐后血糖的剧烈波动。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膳食纤维就像一块海绵，在胃里吸水膨胀，拉长食物在肠道里停留的时间，糖分释放变慢了，血糖自然也就稳了。很多人觉得吃素缺蛋白，但菌菇可以打破这个偏见。咱看看数据，每100克鲜平菇的蛋白质含量约 2.5 克，双胞蘑菇约 2.2 克，而金针菇也有 2.4 克。干制菌菇就更夸张了，口蘑的蛋白质含量能达到每100克 38.7 克，什么概念？比好多肉类都高。再说热量和脂肪，每100克金针菇的热量只有32千卡，脂肪还不到 0.4 克，平菇和普通蘑菇更低，每100克只有24千卡。拿金针菇来说，你吃一整包200克，热量才64千卡，还没半个苹果高。对减肥人群来说，菌菇简直是天然的饱腹神器，低热量、高蛋白，还能塞肚子，简直是瘦身人士的天选食材。这一点我必须重点讲，因为太多人忽略了。一说补维生素 D， 大家想到的就是晒太阳、吃鱼肝油。但你知道吗？蘑菇是自然界中唯一能够通过光照合成维生素 D 的植物性食物。原理是这样的，蘑菇细胞里含有一种叫麦角固醇的物质，当它暴露在紫外线，不管是太阳光还是人工紫外灯下时，麦角固醇就会转化成维生素 D2。美国农业部的研究已经证实了这个过程。更惊人的是，美国的一项研究表明，经高能脉冲紫外灯照射仅仅1秒的平菇，其维生素 D 含量是天然平菇的110倍。咱们普通人怎么操作？太简单了，买回来的鲜蘑菇不要直接下锅，先在太阳底下平铺晒个半小时到2小时，这样一来，每100克蘑菇的维生素 D 含量就能飙升到400 IU 以上，刚好满足成人一天的推荐摄入量。干香菇晒太阳也有效果，甚至切片晒制后维生素 D 含量可能更高。想象一下，你花几块钱买了1斤蘑菇，在阳台晒一晒，就变成了1斤天然维生素 D 片，是不是赚大了？尤其是不爱晒太阳的打工人，经常宅家的老人小孩，这招一定要学起来。很多人补膳食纤维只知道啃芹菜、吃燕麦，但实际上菌菇的膳食纤维含量一点都不逊色。每100克鲜平菇含膳食纤维约 2.3 克，蘑菇约 2.1 克。别忘了，菌菇含水量超过 90%， 如果把水挤干，它的纤维密度其实相当惊人。口蘑的膳食纤维在碳水总量中占比超过 63%， 这意味着它吃进去的大多是有用的糖，也就是葡聚糖这类功能性多糖。再加上菌菇是 B 族维生素的富矿，尤其是平菇，它的维生素 B1、B2、B3 含量极其丰富。B 族维生素是咱们身体能量代谢的发动机油，缺了它，吃进去的碳水、脂肪、蛋白质都转化不了能量，人就容易疲劳、犯困、情绪低落。所以那些总说下午没精神的朋友，中午来碗菌菇汤比喝3杯咖啡都管用。这个问题咱们得从食品科学的角度来解密。菌菇的鲜美主要来自2大鲜味天团的配合。第一，鲜味氨基酸，尤其是谷氨酸。香菇和双胞蘑菇中的谷氨酸含量相对较高，
谷氨酸就是味精的主要有效成分，所以菌菇天生自带味精体质。第二，更关键的是显味核苷酸，菌菇里面特别富含一种叫无鸟苷酸的物质，简称 GMP。研究发现，常见的香菇、平菇、双胞菇、金针菇、海鲜菇、猴头菇都测出了很高的鲜味核苷酸含量，而鸟苷酸的增味阈值是 12.5 毫克每100克，比味精30毫克每100克还低。也就是说，更少的量就能产生更强的鲜味。当菌菇里的谷氨酸和鸟苷酸在烹饪中相遇，会发生一个叫鲜味协同效应的神奇现象，1+1远大于2。这就是为什么香菇和鸡肉一起炖，或者平菇和酱油一起炒，鲜味会被直接放大好几倍。下次你煮汤时，可以试试一把菌菇加一片海带，菌菇给鸟苷酸，海带给谷氨酸，两个一碰，那个汤底浓郁的你都不需要加味精。菌菇种类不同，烹调方法也各有讲究。鲜香菇肉质厚实，适合炖、炒、烤。干香菇泡发时，建议用冷水或温水的轻泡法，水温不要太高，水温越高吸水越快，但香气和部分水溶性维生素流失也越多。干香菇的泡发水千万别倒，那可是鸡汤一样鲜的天然高汤。平菇质地较软，适合快炒、煮汤，撕成条状下锅，大火快炒1到2分钟即可。久煮会损失维生素 B 族。金针菇细嫩易熟，适合煮汤、凉拌、火锅。注意不要煮太久，开锅后煮2到3分钟就够，否则会塞牙。口蘑肉厚味鲜，最适合切片煎烤或做奶油蘑菇汤。注意，口蘑的钾含量非常高，每100克达3106毫克，是香蕉的12倍还多。高血压人群的福音，但肾病患者要克制。杏鲍菇肉质肥厚有嚼劲，切厚片用黄油2面煎金黄，撒一点黑胡椒和盐，满口都是素鲍鱼的质感。还有一个万能口诀，不管什么菌菇，烹调前先晒半小时太阳，维生素 D 含量翻几倍，这点一定不能省。另外，菌菇不建议长时间水洗浸泡，因为它是海绵体结构，泡久了会吸水变烂，显味物质也会流失。正确的做法是用软毛刷或者湿纸巾把表面泥土擦掉，快速冲一下就好。第一点，警惕野生毒蘑菇，这一点最重要，说3遍都不够。中国疾控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联合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发布过重要提示，目前没有简易的鉴别方法来区分有毒和无毒蘑菇。鲜艳的蘑菇不一定有毒，灰色的也不一定安全。典型的剧毒蘑菇，灰花纹鹅膏、致命鹅膏，恰恰颜色是灰色或白色的，看起来人畜无害，吃下去却能致命。而且蘑菇中毒没有特效解毒剂，只能对症治疗。所以，请你务必记住一句话：不采摘、不买卖、不食用任何野生蘑菇。不管是谁说这个我认识，这个我家以前吃过，都不要信。咱就老老实实去超市买人工栽培的菌菇，安全第一。第二点，泡发时间太久容易滋生细菌。干香菇、干茶树菇等干制品，泡发是一道必经工序。但有一个细节，很多人翻过车，泡一整天甚至过夜。干香菇在不同温度下的吸水速率不同，温度越高吸水越快，但浸泡时间过长，尤其是夏天室温下泡发超过4到6小时，就容易滋生细菌，甚至产生米酵菌酸等毒素。这种毒素极其耐热，煮都煮不死。科学的泡发方法是用冷水或不超过40度的温水，浸泡时间控制在1到2小时。夏天可以放冰箱冷藏室泡发，泡好以后轻轻挤干水分，即刻烹调。泡过的水可以保留，但前提是蘑菇已经清洗干净。还有一个很多人问的问题，香菇嘌呤是嘌呤吗？
痛风能不能吃菌菇？这里得说清楚，菌菇类含有一定量的嘌呤，属于中等嘌呤食物，但多项研究观察到，动物性嘌呤，红肉、海鲜确实会增加痛风风险，而植物性嘌呤，豆类、菇类与痛风风险增加无明显关联，甚至可能有保护作用。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成人高尿酸血症与痛风食养指南》强调，无症状高尿酸血症或痛风间歇期患者可在医生指导下少量食用菌菇类，但在急性发作期建议严格限制菇类摄入。还有一个技巧，烹调前先把菌菇用沸水焯一下，可以溶出一部分嘌呤，相对更安全。第三点，特殊人群需注意，菌菇虽好，但以下人群要注意：肾脏病患者，尤其是需要限钾限磷的人群，要特别当心。菌菇的钾含量差异非常大，低的如香菇每100克仅20毫克，高的如口蘑达到3106毫克，还有磷也很高。肾病患者建议选择低钾低磷品种如香菇，并且烹调前焯水有助于去除一部分矿物质。脾胃虚寒的人，菌菇中含有几丁质，也就是虾蟹壳里那个成分，不容易被消化，脾胃虚弱，容易腹胀。一吃粗纤维就胃疼的人，一次不要吃太多，而且要充分加热，彻底煮熟，最好切碎烹调。过敏体质者，虽然菌菇过敏比较少见，但确实有极少数人对真菌类食物过敏。如果你吃菌菇后出现皮肤痒、起红疹、口腔发麻等症状，不要怀疑，你就是那个天选倒霉蛋，以后避开就好。好了，今天关于菌菇的知识点，从保健价值到营养数据，从鲜味原理到烹调技巧，再到安全禁忌，可以说是把菌菇从头到脚讲了个底朝天。一句话总结，菌菇是自然界少有的高蛋白、低脂肪、富含维生素 D 和多糖的超级食物。每天吃一小把，不但能保护心血管，稳定血糖，增强免疫力，还能把你餐桌的鲜美度拉满。不过记住我们刚才说的3条底线：不碰野生毒蘑菇，不长时间泡发，特殊人群要谨慎，安全是美味和健康的前提。觉得今天的内容有用，赶紧转发给家里那位掌勺的大厨，再顺手点个赞，让更多人看到菌菇的好。咱们下期见。